美国啊，在如何摸着老中过河这方面又有了新思路。西方自古对转化东方的治理智慧这方面，就有一种作业抄不明白的幽默感。从重农学派的魁奈学习儒家学说，结果把天道观鼓捣出来了这个只可意会难以界定的自然法。到去年大统领刚上任的时候，在美国风靡一时的那个丰饶计划，堪称美国版的洋务运动啊，师中长技以致中，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啊，觉得只要加大政府投资和去监管，就能够实现美利坚的伟大复兴。那最近呢，又有一个新活啊，作为华盛顿最具影响力的科技政策智库之一啊，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 ITAF 又推出了它自22年就开始出台的摸着老中过河的第6步规划。这个规划特别有喜感啊，有一种用强盗的逻辑搞建设，用暴君的思路搞仁政的纯感。美国他考试不及格就冠以中国学习太刻苦，于是他打算让自己的小弟以后考试都写自己的名字，替考就能够超越老中。就这么魔性。自 ITF 4年前炮制出来的那个技术经济战争动员系列报告以来啊，它便是美国两党制定对华科技与产业政策的核心参考文本。从第1步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如何重塑全球创新格局，到之前的第5步出口管制的战略边界，这套系列报告已经完成了从问题诊断到路径推演的完整逻辑闭环，症状分析的那是头头是道啊！到了如何解决问题的这个开药方阶段，就是最新发布的这第6步，叫做从自由贸易协定到战略性技术经济协定这个报告。解决的办法就是搞盟友经济殖民啊！以前美国呢是自己病了，全世界吃药，现在呢是自己烂透了，就要从盟友那儿移植健康的器官。ITAF 看到了中国的举国体制和规模优势，而更深层的制度优势和刀刃向内不断对国内的超级巨无霸重拳出击的力量他却不提。如果说中国现在无可替代的实务主权是77年的筚路蓝缕、日积月累、忍辱负重、一砖一瓦建设起来的，那美国想要得到可以跟中国相媲美的超大规模优势和完备的产业控制力， ITF 给出的方案就是撸盟友家里的工业家底儿。美国想要，美国得到，努力不了一点剥削不了全世界，就让盟友成为美利坚罗马的奴隶行省。ITF 报告立论的核心就是一句不装了，摊牌了，全球化存在的前提是美国吃饱吃好，因为是美国打赢了冷战之后站在实力的巅峰才推动了全球化。他这么做的动力是笃信随着贸易深化和资本扩张，民族国家的角色会逐渐隐退，最终让位于全球资本的自由流动，所谓历史的终结。现在的欧盟就是最典型的游离于主权国家立场之上的国际资本联盟。那成为了全球无可争议的单极霸权的美国，确实可以主导全球的秩序，抹平其他国家间的战略竞争，然后自己输出货币和规则，获得最丰厚的回报，同时呢给予盟友利润相对丰厚的分工，然后让外围的劳动力输出国和资源输出国不断的提供人力和资源，并伙同上层分工的盟友国家构建军事联盟和技术联盟，牢牢的压住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天花板。这套玩法被套进一种叫做经济理性的叙事里，让全世界相信仿佛资源向美国为核心的发达经济体流动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而实际上这个被粉饰的看起来坚不可摧的利益结构的底层是一个违背自然规律，进而必然走向自限性结局的一个死局。在自由贸易的框架下，其实富裕国家的稀缺生产要素，比如普通的劳动力价格会持续的受损，那价格越来越贵嘛，那产业必然就会向要素成本更低的地区转移，也就是新兴发展中国家。而量变就必然产生质变，当低端制造业转移到一定阶段之后，后发国家就一定会向高端制造业发展，进而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进发。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就不再是一个局部的阵痛，而是对整个国家实力根基的系统性的侵蚀，它必然会发生。那西方是怎么做的呢？是通过一次一次的美元潮汐、经济制裁，甚至地缘动荡不断的打断后发国家量变到质变的这个过程。但这只会减缓对手发育的速度，却无法治疗自己去工业化的这个绝症。那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1979年美国制造业的就业人数是达到1953万的峰值的，那占总就业人数的 22.2%。到了2024年，这一个数字已经降到了1285万，占比仅为 7.8%。ITF 在整个系列的第3部报告中就测算过，90年到20年美国在全球先进制造业的份额从 32% 直接下滑到了 17%， 而同期中国从不足 1% 攀升到 28%，
在光伏、锂电池、电动车3大新能源核心赛道，中国的全球产能占比分别超过 80%、75%和 60%， 而在电信设备领域的全球市场份额，我们已经扩大到了 61% 的差额。昨天啊，小作文说美国要对我们的光通信进行制裁，我们在这个领域的控制力是 70% 以上的产能。吃饭的要制裁食堂，先做好自己要饿死的准备啊！而我们这种碾压级别的产业优势，在 ITIF 口中啊，叫做自由贸易系统性失败的一个核心证据啊。翻译一下，就是靠违背经济规律垄断资源的一家通吃的分工体系呀，我们现在撑不住了。老中啊，把我们的这个压天花板的操作给突破了。而在 ITF 的叙事里呢，中国彻底打破了资本大联合的这个幻想之后呢，是因为我们不仅没有让国家权力在资本面前隐退，反而将政府的产业引导补贴支持、市场壁垒与开放的全球市场结合起来，走出了一条国家主导的工业化路径。因此呢 ，ITF 的报告呢，就用他们那个一根筋的脑袋开始了阴谋论，说呀，我们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本质是让内部降低对外的依赖，让外部增加对我们的供应链的依赖最终实现的是将贸易转化为地缘博弈的工具这一目的通过国家冠军企业的规模效应和价格优势，一步步击穿市场化的西方企业的防线。这个话我给你翻译一下就是他们自己不努力怪学霸认真学习，自己当初嫌利润低主动放弃的产业，现在怪中国吃苦耐劳坚持生产，自己图快钱让金融业蚕食了制造业，然后怪我们给他吃穿用度的商品让他产生了依赖，学渣抄作业，然后说谁让学霸你的作业又快又好，给了我堕落的机会，咱俩一样差不就没事了吗？就强盗逻辑真的是贯穿始终。最后报告的结论顺理成章，既然现有的自由贸易只会让西方持续失血，主要是美国占不着便宜那就要换掉游戏规则，玩不起嘛。嘴上说的是既然中国能用举国体制打造产业竞争力，西方就要用联盟的体量拼出对等的抗衡能力，实际上干的就是老中的便宜我占不到那我就可以占小弟的便宜的事儿。ITF 给出的这个盟友器官移植的方案是这样的，要以美国为核心初始成员呢要包括欧盟、日本、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经济体，对应约10亿高收入的人口。注意，这所谓的高收入纯粹就是发钱发多了纸面富贵。然后呢，对内呢，成员国之间呢要实现关键产业的零关税、市场准入、国民待遇、研发经费跨境抵扣、高端人才的签证互认设立总额不低于5000亿美元的联合技术创新基金。对外呢统一出口管制清单，共享外资安全审查情报，建立老中投资风险清单机制，联合限制关键技术人才流向我国。简单来说，就是要在内部打造所谓的无障碍统一大市场，外部竖起严密的排华高墙。那铺垫到这儿了，建立统一大市场的这个内部的逻辑必要性理顺了，画虎不成反类犬的乐子就来了。前面 ITF 不是说了吗？要实现统一大市场，那你就自己跟各州鼓捣呗。不，美国的思路是我搞不定各州的资本集团和利益派系，但是我可以让盟友变成我内部的一部分呢。你以为他说的是效法中国盘活国内一盘棋，其实他只是打着中国成功的旗号，要把自己现在霸主地位同比例萎缩进这10亿人口的小联盟里，打造一个所谓的内部不存在战略竞争的统一大市场。不是要改变联邦制下各州在美国国内的内部壁垒，而是要各国放下对美国的壁垒，建立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不断向美国输送利益和资源的缩小版的单极霸权体系。 ITF 说的这10亿人的联盟，不是要构建一个平等互利的加紧奋斗的学习小组，而是要构建一个新的资源虹吸管道，通过内部零壁垒的规则，配合美国的能源优势、补贴力度、市场规模让盟友的高端人才这个高端的产业以及产业资本自然的向成本更低、回报更高的美国聚集。说了半天要发愤图强，其实打的算盘是画个大饼抢自家的小弟。ITF 在报告中甚至直言联盟内部的产能优化意味着部分国家要接受产业分工的重新调整，翻译过来就是低端的利润薄的环节你可以留着，高端的核心的产能必须给我搬过来。过去美国还要偷偷摸摸的用什么能源金融优势去抽血，以后就光明正大的以这个统一大市场集体安全的名义，把盟友家的工业基础直接给掏过来集中到美国本土。
这个也不是我的推演啊，它就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实。通胀削减法案落地2年了，美国已经吸引了全球超过2100亿美元的清洁能源投资，其中接近40%的来自于欧洲企业。德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23年到24年，德国大众宝马、奔驰3家车企在美新增投资合计达到380亿欧元，而同期在欧盟本土的新增投资同比降了18%。芯片领域呢更是重灾区台积电美国亚利桑那工厂预算从最初的1200亿美元，现在飙升到了400亿美元。那三星德州的芯片工厂投资翻倍，达到了400亿美元，现在还在持续的不断的要撬韩国内存的产业线的墙角。他们这种分析对手如何奋力超车，头头是道。可是落到自己身上又开始偷抢拐骗的这个操作，倒也不是 ITF 揣着明白装糊涂。他们那个封建制的脑袋是真的理解不了什么叫做举国体制，就像魁奈那么崇拜孔子和儒学，到最后也没有搞清楚中国人那个天道观到底在说啥。真正限制了他们行为能力模式的关键，其实是思维的时间周期。中国的治理模式有超长的时间规划周期，这个是建立在我们特殊的文明认同的基础上的。中国人就这个身份认同本身就是我们坚持奋斗实现每一个100年大计的微妙又根深蒂固的理由。攻城不必在我，攻城必定有我，这样的理念实际上举世罕见。中国的统一大市场是多少代人多少地区同胞们不断咬牙坚持，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不断努力才实现的结果。而西方的封建制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说白了没法一起干一件事儿，除了一起打仗劫掠能团结那么一阵子，更长久的时间里永远是内部高度内耗的彼此博弈，合纵对连横的胜算永远微乎其微。那同时呢，西方现代政治的这个政策它是不连贯的，高度碎片化的，他们对于制度和社会组织方式的理解就必然是短时的，能计划个5年都很困难。像我们这样需要跨越好几个产业周期，以最终实现周期耦合并且完成全产业链自主的这种工业模式，已经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围和可实现的范围了。于是就会出现现在这种情况，明明看到了长期规划和统一市场的无敌威力，想学习的时候最先想到的还是打劫同伙只看到了国家干预的皮毛，目标却根本不是共同发展的未来。内部的金融业和地区财团带来的资源虹吸不解决，总想靠给外部开刀缓解内部产业畸形的痛苦。本质上 ITF 的药方是靠裹挟盟友抢存量的地盘，而我们真正发展的方向是靠连接世界做增量的蛋糕。就这南辕北辙的方式，也就注定了这场竞争结局的终局。大家看懂了吗？这么长的看完了，关注一下吧。